好，我们把这幅画的话做一个底色，因为这个我们想做的有一点这种古朴的味道，就是让它比较有这个这种古典的味道，所以说我们把它做成一个仿古色。那本身你如果说有仿古纸，用仿古纸画会更好。那我这里正好现在仿古纸没有在这里，那我们就做一个，把它做成一个仿古色。那首先我在这个喷壶里面加一点茶，用这个茶水把它喷一次啊。这个茶不够浓，因为家里没有这个熟普洱，如果用那个熟的普洱泡的那种浓茶会更好一点。我现在这个是红茶，它不是太浓啊，颜色不是太，颜色没有很浓。我们先喷一次啊。均匀的喷上这个茶水，当然这个茶水不浓，我们还要再加颜色，或者是我们多次的喷，喷了一次不够，我们再泡一个，等它干了之后，再加浓茶，再来喷也可以。好，现在是喷湿的一个状态。那我们来调一个仿古色啊。调一个仿古色。用这个赭石吧，焦茶、赭石都可以啊。用焦茶也行啊，用焦茶。这个纸比较大，多来一点点啊。用了焦茶之后，先加水。颜料的话，它的透明度是不够的。如果说用茶水，它的透明度更好。茶水的话，它是没有一点点颗粒感的。颜料的话，它多少是有一点颗粒感。所以说，如果说有泡到浓茶，不小心滴下来了。泡到浓茶，用浓茶可能会更好一些啊。这滴了一些水点儿。想在里面再加一点鹅黄，好像鹅黄是没有了，鹅黄没有，我们加点猪标进来。有点偏红啊。好，再看加一点呀，这焦茶，加点这个，看一下加点什么。加一点点藤黄吧。
一点点啊，慢慢的往里加。好，调好之后，我们可以用这个排沙，用这个排沙来沙。如果说这镜头没看到的地方，没关系啊，这个镜头已经放得很上了，就是能看到多少地方你就看多少地方。稍微把这个花闭一下。这下面有一根头发，这个纸砂湿了之后才看到这个底下这个毯子上好多头发。咱们把它做成一个仿古色。好，再复一次啊。好，基本上烧2次2遍，但这2遍不一定说是最终的，我们还要等它干，干了之后再看色调。那我们现在这一次烧完了，我们等它干，干了之后看颜色，不够的话我们可以再烧啊。那么现在开始画这个壶啊，画这个茶壶，把这个茶壶画在这个地方。好，这里画一个茶壶，来我们挤一点墨出来，来一点墨，我们来一点墨啊，来一点这个
或者是你用小的笔，如果说你不准的话，怕不准的话，你可以先用这个，先用这支小的笔，大概的来画一下这个壶的一个形状。先用线条的方式画一个壶的形状，然后大概这个比例，这个壶占多大？你的壶不要太小了，太小了它就感觉有点怪，要差不多大啊。好，这个壶，好，大概这么大一个壶啊。壶画一个底座，再往前画一点。壶的口不要留太大了。好，这个壶盖。壶的话歪一点啊，或者是怎么一点都没有关系啊，不用说太追求说它一定是要画得很圆。好，画一个这个盖子上的这个叫什么？盖子上这个叫什么？好，这个口。哇，这个壶的口好像有点太大了一点啊，壶的口有点大。那我们的壶的口大了，我们要把这个壶就画大一点，把这个柄画，把这个把画大一点，不然这个口太大了，这个把又太小了，就有点更加不相配了。壶画的有点大，大了没关系啊，大就大一点呗。好，我们再蘸一点点这个笔上蘸一点点，用这支大一点的笔，笔肚里面有一点水分，然后再去蘸一点墨。好，我们来扫一下，在这个壶的身上都扫一下这个墨啊。当然不需要说一定扫得很平均的这种。这个薄的纸就是晕的有点厉害哦，晕的有点墨晕的有点厉害。如果说你们用仿古纸，可能不会这样啊。你们如果说用那款仿古纸，可能都不会有这种状况。晕了，这个墨晕了就晕了啊，晕了也不管它，就这样啊。你看这个墨都晕出来了，看到了吗？如果说我们用我们的，所以我们的初学家人们，你们就用那一款那个夹仙纸就可以了。你用这种薄的这个纸可能还不习惯，这个纸还贵一些，伸手真的是不行。你看这个墨它会跑出来，这个纸跑得特别快，水一大了它就跑出来了。但是我们这种写意画，即使有这个水跑出来，它也是属于正常的，大家不用太在意啊。跑出来就跑出来啊，把这个加大一点，跑出来就跑出来，不要太在意它。好，我们再画两个杯子啊。
好，换2个杯子，这2个杯子里面也少一点点啊，少一点点这个墨进来，让它有一点这个深浅变化的这个层次在就可以。好，少一点点这个颜色，少一点点墨进来。好，这个墨还在跑啊！你看这个墨都跑出去了，这个墨有点容易跑出去。这种薄一点的纸，它就会这样子啊，跑了就跑了吧，不管它。好，我们在这个这个瓶子，这个壶是在前面，在这幅画的这个物象，它是在这个最前面。那我们接下来还有这个画这个花瓶，花瓶在哪里呢？花瓶我们不要先画，我们先画这个花的叶子，先画这个花的叶子啊，叶子、枝干这些叶子先画。大概你的花瓶在哪里？可以先用铅笔画一下，不要用这个墨去画，用墨画了它是这个颜色是会你遮不住的，所以可以用铅笔大概用铅笔画一下。好，铅笔画看不见，完全看不见啊，完全看不见，我也看不见，你们也看不见，就不画了。我们直接先画叶子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我们直接调画叶子的颜色。这个墨已经晕开了，就让它晕，不管它啊。好，我们先调一个画叶子的颜色，亲爱的家人们。花青加藤黄。好，我们用这个花青加藤黄，花青加藤黄调和啊。花青加藤黄它行，光花青加藤黄也是不行的，还要加点水。我们把这个水加进来，不要浪费啊。这个是做底色的那个水，这个是咱们做这个画上面的这个底色的这个水。不要浪费了，我们加到这个花叶子里面啊。加清水也是一样啊，不用说一定要跟我一样啊，你也要去调一个这个赭石水来加，不需要，我就是怕不想它浪费，所以把它加进来。然后我们用笔尖去蘸墨，用笔尖蘸墨，加墨进来哈，加一点墨进来，要把它调成一个墨绿色。好，再来加一点啊。觉得颜色不够就再加一点，再加一点，不用太绿了啊，稍微黑一点，好像还很绿啊，还很绿，再加一点啊，再加点墨，把它调成一个黑绿色、墨绿色啊，墨绿色的颜色。好，调好之后放到一边备用啊。我们在画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用这个墨色去画了。然后我们还要画这个嫩枝干啊，嫩枝干、嫩叶的这些，我们就放在一个盘子里画散了，就不用再另外拿一个盘子，就直接加一点藤黄、三绿就直接放在这个盘子的边上，藤黄和三绿就放在盘子的边上，我们待会儿画的时候直接在这里面去调，画嫩枝干啊。
蘸一点胭脂。好，这里画一个嫩枝干啊。当然，这个嫩枝干的话，我们不一定能看得见，有可能我们待会儿全部把它遮住了，也有可能啊。好，这里来一组叶子。好，我们先蘸墨绿色，蘸墨绿色，然后笔尖蘸这个浓墨来画叶子哈，来画叶子了。我们先画这一组叶子。好，笔尖蘸浓墨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好，这里先画一组叶子。好，笔上如果说颜色太深的情况下，你可以去蘸一点点水。就你不想要这个颜色那么黑的时候，你可以蘸一点水啊，蘸一点水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好，这一片叶子有一点穿在这个花的后面去了。好，我们这里要加一组这个稍微嫩一点的叶子，嫩一点的叶子我们就调盘子旁边的这个藤黄、三绿，还有这个胭脂啊，调盘子旁边的这个。好，这里加一组这个嫩叶。好，这里穿插啊，从后面穿插过来的这个叶子。好，这一块里面是很多叶子的，很密的。好，我们再来画一组嫩叶，还是调盘子旁边的这个三绿和藤黄，调一点点胭脂。好，这里来一组叶子，笔尖加一点胭脂啊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
好，待会儿这里还留一点位置，到时候画这个。好，这个叶子啊，从这里伸出来，让这里也是有很多叶子这种感觉。好，我们上面再来加一些叶子啊，可以加一些嫩叶什么的。叶子的话不一定跟前面那一朵完全一样，要根据现在的这个画面去搭配。这里面有一些淡淡的淡叶子的一个层次啊，可以画多一点啊，让它密一点。然后我们上面要画一个枝干上去啊，画一个花苞上去。好，来画一个。好，画一个花苞，在上面画一个花苞啊。画花苞还是直接画嫩芽、嫩叶？画这个还没有展开的吧？还没有展开的这一种。沾一点胭脂啊，三绿藤黄胭脂，胭脂少了一点点。好，画一组这个小嫩叶。嫩叶的话，我们相对来说画的要比平时的这个正常的叶子稍微要尖一些。
好，画一些小嫩芽。这个旁边也可以再来一组嫩芽。好，让它穿插，所以让这一组这个芽，这一组更多一点。这个嫩芽伸出来一点。好，这里再加一个小嫩芽。这个花和叶都画的特别大。好，感觉这边我们还要加一组叶子才好。然后看加在哪里啊？看一下加在哪里好。好，感觉这里少了一组叶子，所以我们加一组叶子进来。这个地方其实也要加一点啊，这个地方。在这里加一组嫩叶。好，这个缝隙里面也有叶子，把它填上。好，加一点点这个叶柄进来。好，这边再来加一组叶子啊，感觉这里还要有一组叶子才好。好，这个叶子在后面啊，后面的这个层次。就是这一次画的跟上次不一定说要完全一样，这要根据画面的情况。那每一次画它的这个，好，画一点这个叶柄出来，笔上太干了。本来这里还画了一个花苞，我在想要不要画花苞。原作中这里是有一个花苞，咱们原作中这里是有一个花苞的。来看一下需不需要再加一个花苞呢？那我们加一个花苞也行吧。来一点点这个牡丹红。来加一个花苞。加一个小花苞，这里加了花苞，我们得要加一点点叶子啊，怎么样也要有一点叶子出来。
好，淡淡的啊叶子，注意把这个花给蹭出来。因为这个花是边缘比较白，我们要用多一点的东西去把这个花给蹭出来。花苞加一点点这个，牡丹红进来啊。好，漏一点点啊，漏一点点红色的出来就可以了。然后现在给这个叶子，勾一下叶茎吧。好，然后这些其他的嫩叶，我们可以用一点胭脂来勾一下。好，这个嫩叶不勾叶茎也没有关系。哎，这里这个空间把它画满了，本来是可以画一点点这个枝干出来啊。这朵花可以加一点点枝干出来，不加也行吧。好，这个花和叶这一部分就可以了。我们画这个瓶子。大概来画一下这个瓶子啊。先用淡淡的这个墨啊，淡淡的，不要太浓了。哦，说淡淡的这个墨还有这么浓，淡淡的，大概画一下这个瓶子的一个。那每一次画一个物象，它都不可能说画的跟之前一样的，都会有一些区别。这我也没有办法画成一样的啊。啊，这个瓶子还有这个口这里基本上我们是看不见了，
之前那幅是看得到这个口，要不我们这个口也可以画一点出来，画一点口出来，然后这个口这里可以画一点点黑色的老枝干，虽然说已经看不见了啊，但是也可以表达一点点啊。表达这里加一点点墨，表达这里有老枝干伸上去的这种状态。今天感觉这个墨是特别晕的，颜色还好一点，但是墨好晕啊，好晕墨晕的特别厉害。你看这个墨也是晕开了，这个壶的墨也是晕开了，然后这里的墨稍微加一点点墨，它就晕开了。这个纸的话就是很晕墨。好，这个是这个瓶子啊，这个瓶子我们之前画的是这个三绿色。那这个瓶子画的之前，我们还是把让这个叶子干一下，稍微让叶子干一点，可以吹一下。可以吹一下，把叶子吹干，下面可以掉一点点嫩叶出来，看情况要不要画，要不要画一点嫩叶掉出来。来画一些嫩叶啊。在这个瓶子的后面去了，瓶子后面画一些嫩叶。我们吹一下吧，吹一下，不然要等太久了。好，吹一下。好，吹干了。我们之前用的是这个三氯，用三氯软的这个瓶子，那我们还是用这个三氯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一点三氯，来把这个三氯调一下。这个是要用三氯和金色。当然三绿的话它有一点，我们之前是没有把它画的特别均匀。好，这个是淡淡的这种三绿。好，先用这个淡淡的这个三绿把这个瓶子都把它填上。
好，我们再加一点深的3绿，再加一点浓的3绿进来。有些地方加一点浓的3绿进来。像点出一些花纹，它这个本身这个底是湿的，它就会这个颜色会慢慢的渗透进去，它不会成一点一点的。我们就点出一些花纹，有深浅变化的这些花纹出来。好，下面这一块更深一点颜色。好，可以了。我们要在把3绿干了之后，我们要吹一下，大家忍耐一下噪音。好，不是完全干啊，但是差不多的干了。因为我们正好这里还有多的，可以把这个壶里面扫一点点，把这个壶里面扫一点点绿色进来，把这个飞白的地方里面扫点绿色进来啊，让它感觉这个里面是有一点渗一点点绿色的这种。还有飞白的地方啊，加一点点绿色进来。好，这里差不多干了，但是没有完全干。我们现在挤一个金沫，亲爱的家人们，金沫你们都有吗？金沫都有吗？金沫用的时候，先把它摇一摇，摇一摇这个金沫，然后倒一点出来。来，我们画这个纹啊，画这个纹。我们之前画这个纹的时候，没有把它整个瓶子都画满，是画了一部分啊。那这个纹也要注意，要有大小的这种变化啊，有一些地方很密。
好，画这个冰裂纹啊。好，就画一半。我们之前那一幅也就画一半，没有把整个瓶都画成这个裂纹。画一半也很特别。好，就画一半啊。好，我们来旁边还要再来画一个瓶子哟，还要画一个瓶子。好，后面来一个瓶子。好，这个瓶子我们先大概画一下位置啊。画完之后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位置对不对，慢慢去调整。好，我们用一个把这个瓶子要画成一个很深的颜色，很深颜色，我们用花青和太青蓝啊，用花青色，多来一点花青啊，多来一点花青和太青蓝两个颜色，加点太青蓝进来，其实就是花青，最主要就是用花青。厚涂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咱们这个颜色是要厚涂，可能还要再加一点点墨进来。
钛青蓝和花青，就是很深的颜色。那很深的颜色还不够啊，还不够，我们要用笔尖去蘸一点墨，蘸一点墨往里加啊，蘸一点墨往里调一点墨进来。这个瓶子就是很深的颜色。好，再加一点墨啊，墨不够再加一点。加一丁点水，不要太干了啊，加一丁点水。这个颜色大家看到了吗？是这个钛青蓝、花青加墨调的啊。好，调完之后，我们直接来把它整个都涂上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整个瓶身都涂上。先涂一层最深的，我们待会儿上面可以再用这个钛青蓝、花青其他的颜色。虽然画以前画过的画，但是每一次画都会不一样啊，而且每次调色的方案也可能说会有一些区别。那我之前是用的什么颜色，其实也不记得了。好，还有上面啊，上面这一块。好，我们再来一点钛青蓝啊，再来一点钛青蓝。
好，再加一点太青蓝，底下一层最黑的。再扫一层这个橙太青蓝啊。好，我们还要让它干啊，干了之后，或者是不干的时候也行哈，不干的、没有完全干的时候也没有关系。我们来画这个梅花，画一点梅花上来啊，稍微让它干一点点更好，吹一下吧。吹一下，吹到半干啊。好，不用吹的完全干啊，吹到差不多有一点点干，没那么湿就行了，就是能画就行了啊，能画就行了。好，我们先加太白哦，你再来一个盘子，挤出太白出来，用太白来画这个瓶子上的这个花，瓶子上的梅花。好，我们用这个太白画一点梅花出来。梅花的话，你可以先画一些枝干啊，就不用说把它画的太这个。好，画一些枝干之后，我们画梅花。这个梅花不需要说把它画的一朵一朵的啊，随意一点啊，点，随意的点出它的梅花来就行了。
好，然后加一点点水，湿一点点啊，湿一点点，然后散开，这样子拍点进来。这个梅花大概就是打一个底，就是随意的画打底，然后我们把它遮一下，盖一下，把这个花的这一部分盖一下。哇，这一滴水太多了，不行。有一点升上来的，让它感觉有升上去了。然后再整理一下，细节上的再整理一下。这下面再多点一些。好，基本上可以了，这个瓶子就可以了。每次画它都会有一些不一样。花瓶可以了，中间这一块好像有点太密了。这个太白因为有水，所以它晕开了，晕的有一点点多，我们也没有关系啊，也没有关系，就这样吧。好，我们再来画一些这个格子，用墨来画一些这个。那画这个格子的时候，这个用的这个纸的话，这个用墨一定要小心一点啊。先在一张纸上先试一下，不要用太浓的墨，刚开始用稍微淡一点点的墨。
好，画出它的这个窗户，不管是窗户还是什么。用淡一点的墨。好，到这边这个格子，窗户，或者是这个什么什么，你理解它，你把它理解成什么就是什么吧。这次我们只用这个默契画。注意这个线条，线条一定要直啊！呀，看一下歪了没有？这边真的歪了呀！这个里面的纹就可以随意编啊，自己去编。哇，这个下面这个瓶子要小心一点，不要把它撕掉了。好，我们这边还要用赭石，这个也要考验这个功夫的啊。用这个赭石，诶，赭石没有了，太少了，再调一点，调赭石交叉吧。交叉。好，这是赭石和交叉，我来加点水。
水加少了。好，赭石和焦茶加点水，把它调和。这一沙子，我先试一下颜色。这一沙子可很重要。哇，是不是太浓了一点？再加点水，不要太浓了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太浓了，等一下太明显了。再加一点水啊，然后再试一下啊。好，差不多。好，这个是赭石加焦茶。它就歪了，它只会动，只会皱。哦，这个杀了2条这个杠出来了，这个就要等它干了，亲爱的家人们。来，我们再往上拉一点，我们把这个底下杀一下，把这个多余的颜色杀到这个底下，让这个底下这一层的颜色跟上面的颜色稍微有一点点区别。其实相差不大，它干了之后它不会很深的，干了之后它不会很深。杀的是赭石加了焦茶，它不仅仅是赭石，还有焦茶。这里还要画一些这个瓜子儿，瓜子儿还没画，瓜子儿要画瓜子儿的话要等它干，所以我们还要吹一下，把这个线加宽一点。好，就让它有这种水墨味儿。这个上面这两条，这个最好还可以把它再继续下来，等它干啊，等它干，干了之后这个颜色可能会很浅啊，我们吹一下吧。
吹这边，吹这个，把它掉一下，轻一点，轻一点，那里已经破了一点。这个湿了纸很容易破，小心一点。纸湿了很容易破，你们要小心一点啊。还是弄破了几个地方哦，就是太大了就很容易不小心弄破了。好，还没有写字啊，再写上字，这个就完成了。写上字，这个就完成了。还有这个瓜子儿没画，这个要等它干了之后，这里要写字，写字，写上字啊。跟之前的话差不多，还是有一点区别。每一次画的不可能画成一模一样的，画不了一模一样的。哇，这里这个梅花全部在我衣服上，我晕死了。梅花全在我衣服上，我说这梅花咋不见了呢？只能这样吧。只能这样了。还要写字啊，还要写字。字的话还不是特别好写，因为这一步的话，这个枝干画到枝干上去了，它的位置跟之前稍微有一点点区别。好，来画瓜子儿，来瓜子就用墨啊，用墨。大家都吃过瓜子啊，瓜子的话我们就直接画了，先画出一个瓜子的形状。哎呀，画瓜子我们应该是要在那个什么时候画？没有染这个底色的时候画，对不对？因为瓜子那里面是白色的，你看我们这个已经变成了仿古色了，我们待会儿把它加白一点啊。好，画瓜子啊。瓜子的也可以画一些大一些，一些小一些。
好，我们瓜子、茶也安排上啊，瓜子也要安排上。喝茶嗑瓜子，喝茶赏花嗑瓜子。诗茶，我们的这个画上还要写诗，诗酒花茶，就是少了酒。画这个瓜子也是要有这个疏密关系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我们待会儿也要制造一个疏密关系出来。好，密的地方要更密。好，这里要很密啊。好，这中间这一块要密的地方，感觉堆了很多。里面更细，更细才能撑出外面的这一颗一颗的。好，画小瓜子儿，赏花嗑瓜子儿。好，这边来画几颗。好，密的地方很密哦，密，我们要制作一个疏的这个，这里再来一颗，来一颗小一点的。好，这里好多啊，好密，我们在这一边，这边再来一些散落在旁边的。
那瓜子也有一些长一些的，有一些大一些，有一些小一些。哎呀，好，聚散关系啊，我们就来一个聚散，这里聚，这里散，我们制造一个聚散关系出来。好，这幅画就完成了哦。我们把里面的字给写上了。调一个淡墨，写字真的不太好写，没办法写啊，因为我写字我要趴下来，趴下来你们可能只看得到我的头，算了，不写。